嘿，今天玩玩具了吗？大魔神的强化发展型跟魔神凯撒一样是游戏原创的哦。本期来看看由千纸店出品的 Realbot 魔神皇帝 G 登场于游戏超级机器人大战 V。游戏中的大魔神首要目的是为了阻止无敌铁金刚进化成魔神 Zero， 但为了避免万一任务失败了，因此就开发了这台足以对抗中年魔神的魔神皇帝。当然，就剧情的需要啦，怎么可能让大魔神完成任务嘞？要是完成任务了，玩家怎么得到这台更强大的魔神皇帝嘞？千纸店的 Realbot 系列外盒虽然都没有一定的风格啊，不过很常出现这个正面大头照哦，本款也就是如此啦。魔神皇帝 G 是在无敌铁金刚不幸还是进化成魔神 Zero 的状况下，能够与之抗衡的最后杀招。与魔神凯撒一样是机器人大战的游戏原创哦，所以也就致敬了原始魔神凯撒，是用过量的盖特线照射进化。魔神皇帝 G 也是运用的盖特线的技术，然后用盖特真浓的盖特线去照射而成。但就作品发售的顺序来说，大魔神的另一个进化型大魔神凯撒其实登场的更早哦。魔神皇帝 G 初登场的激战 V 则是在2016年，两者的战力并没有官方设定谁强谁弱啦，总之就是彼此别的世界的魔神皇帝。既然同为千纸店的魔神系列，所以那个尺寸就要有所节制啦，头顶高大概是21公分。另一个千纸店的传统，那怎么能够打破嘞？所以整体的重量大概就是这么重。对照原设定，千纸店的永井豪系列机体都是有经过程度上的魔改，本款当然也就不例外啦。增添巨量的细节是一定要的，身形比例当然也有做很大程度上的调整哦。下臂与小腿的尺寸放大了不少，增加了上半身的阔度，加上比例较小的头部，因此本款的整体身形相较原设定会更加壮硕。背后的条状披风目前有实体化的商品中都没有重现可以漂移的设定。大魔神系的面罩都比铁金刚来得长，头冠集体向上的尖刺表现得很夸张，但意外的这次的尖刺顶端并没有真的很刺人。在发售前有说到，这是眼睛并没有采用游戏后来的眼珠设定，而是原始设定没有眼珠的样式。整体身形跟视觉感仍然是延续千纸店系的调性啊，尤其那个上臂、腹部还有大腿的造型更加明显，而且大小明显有放大哦。胸前的放热板只是展开了机构被强化，因此整个厚度也就相对提升啦，但比例调控的相当不错，所以不会有太过粗大的感觉。关节节点的内层也都有细节呈现，增加整体精密感。飞翼的基座尺寸也是放大有感哦，同样也有壮大整体尺寸威压感的作用。千纸店的外形真的是没有话说了，不过小腿后侧较长导致脚掌尺寸比较小，这边多少有点影响到战力的稳定度哦。涂装方面，全机几乎都采用金属涂装，千纸店的涂装品质还是算是不错啦，这次也没有看到溢气的状况。大腿根部的黑铁灰色也是金属涂装哦，黑色的部分则采用了亮面涂装，包含飞翼披风的部分也是黑色的亮面。内侧的红色部分跟胸前的放热板一样，红色的透明零件外层内部有细部的造型，唯独就那个指挥艇部分没有使用金属涂装啦，所以比较起来就会有一块看起来很焦的在头顶。头颈部是依靠颈部来转动，颈部的接点偏后面所以虽然可以有效的让外形妨碍减到最低，但相对的在做抬头动作的时候，整个脖子就会被拉起来，看起来就会比较奇怪。另外，头盔的后侧的兜并没有可动让臂，所以抬头的范围就比较局限啦。身体严格来说是4节式的复合设计，放热板的两侧可以有限度的上下调整，中间的部分可以左右转动。身体的水平转动仅靠上胸关节哦，左右倾倒依靠最下段的关节，幅度不小。中段关节则是联合上胸的关节，提升前后弯曲的幅度。整体来说维持了不错的可动范围啦。手臂根部同样采用系列的斜切球形关节，向前时后侧也有防穿帮的造型零件哦。转动是斜角，所以要注意零件的互相妨碍。肩膀的装甲是独立的，不过因为造型的一体化，所以可动幅度很小。水平抬举配合根部的关节可以到90度，上臂可以转动。下臂关节因为两侧的造型影响，需要弯举才能够转哦。手臂弯举的幅度相当之大呀。手腕也有转动关节，附属了5种替换手收。裙甲可以稍微掀开，髋部同样是很窄的设计，
大腿向前抬举需要往斜角度抬哦，幅度可以超过90度。然后我手上这只的左大腿侧的脚没有粘好，它会掉啊，应该这个是个案呐，但这种没粘好的我不是第一次遇到哦。水平抬举也因为侧边的脚无法太高，但够用啦。大腿转动的关节在中段哦，膝盖弯曲有联动设计，幅度相当的大，而且动作相当自然啊。尤其小腿后侧的联动机关更比同系列的真盖特更加的漂亮。脚掌有点偏小啦，加上那个脚踝材质有点弹性，所以虽然整体的可动程度不错，可是对独立站立还是有蛮大的影响哦。脚掌前端有一段可动。指挥顶可以分离，但分离后并没有办法变成独立形态，所以并不好看啦，不建议拆掉。嘴巴喷出来的硫酸台风，铁金刚系这个武装目前没有几个商品有附属过特效件过了，本款当然也不例外的没有，请使用想象力。大魔神粉碎飞拳，本款可以重现没有问题，拳头手动飞出来之后把臂甲给拆掉，然后装上附属的刀刃展开样式就好啦。刀刃颇尖，要小心受伤哦。另外，虽然可以接上支架，但没有附属任何特效件。皇帝宝刀附属2把没有问题，同样无法重现收纳在腿侧尖角里面哦。2把刀的刀刃都有重现展开机构，这点相当的加分。涂装是金属色泽的金色、银色还有蓝色，相当的漂亮。也有附属游戏中可以将2把刀合并的连接件哦，重现双头刀的样式。大招之一的大魔神火焰，重现原作发射时会展开的样貌机构，两侧拉开之后将前侧给往下，细节加满之后的气势就更加凌人啦。中间的蓝宝石也就刻意的放大了不少，但没有附属对应的特效件。大招之2的雷霆爆破，大魔神系的经典大招哦。本款就只有对应伸出手指头的替换手收，没有附属任何特效件，几根闪电都没有，好可惜呀、大招大招之3的皇帝宝剑，初登场时最大招就是这招啦。本款的大宝剑当然就不能缺席啦，不过尺寸我觉得稍显有点小气啦。剑格的造型其实就是魔神皇帝 G 的头哦。整把剑同样采用了金属色涂装，涂好涂满，就那个尺寸小的点了。光轮推进器尺寸有增大哦，整台除了根部关节之外都有涂装，相当的漂亮。8根像是羽毛的披风，根部皆为球形关节，所以各自独立可动。但可惜那个范围无法重现原作飘逸的感觉啊。要跟本体结合，先把本体后面的接点外盖给翻开，再来把飞翼的本体给打开，灰色的锁点往内推到底，然后再往右边转，就会看到接点成为一直线咯。接着就装上本体，然后把锁点转正，最后把本体盖回去就完成了。线上商店版限定真正最大招的光轮推进器 G， 初登场的激战 V 并没有这一招哦，次作的 X 才新增的最终大招，其实就是对应原本大魔神的外挂大招金刚飞艇啦。不过这次是直接把飞翼变形之后丢出去突击，附属额外的飞翼替换件，拆掉原本左右两边的披风之后，把替换件给换上去，最后将2个推进器稍微往外拉开。基本上除了最大招之外，其实皇帝宝剑在使用的时候也会变成这样哦。线上商店版另外还有附属分离形态的指挥艇，还有收纳形态的飞翼。分离形态的指挥艇小小的颇为精致，但是涂装同样不是金属色泽，平时用不太到，请收好。收纳形态的飞翼则是在收纳空间真的很紧缩的状况下才建议使用啦，不然魔神皇帝 G 那么帅气的披风给它收起来可惜啦。最后，本款附属的地台支架是比较早期中间透明的，可以拆掉的那一块，大概是永井豪系的都会是这一块啦。与目前唯一同样是合金完成品的 SR 超合金版相比，身为当时唯一的完成品商品 ，SR 超合金的外形呈现确实是很不错哦，但是武装严重阉割真的是不行啊！没有飞拳，也没有双刀，翅膀也没有替换件。外形跟本款比当然也是相差不少啦，毕竟 SR 超合金还是比较偏向原作设定比较多，但本款也没有魔改到他妈妈都不认得啦。魔神皇帝 G 的起源就是希望大魔神也能够像无敌铁金刚一样，有个超强近乎无敌的后继机种啊。
当然，最后阴错阳差的，除了魔神皇帝 G 之外，还有大魔神凯撒的存在，因此剑铁也算是赚到了，也是给他2台超强大的后继机耶。隔壁的宇宙王者表示深刻的不满啊。本款最终的呈现可圈可点，外形够帅气，又符合系列的风格，涂装精致且对质感有很直接的帮助，可动性也维持一贯相当高的水准表现。但是老生常谈啊，千之恋的又小又轻又贵也是持续发挥哦。一般版直接少翅膀的变形替换件，最强武装就无法重现啦，次强的武装也只能重现一半。因此我是直接选择购买线上限定版，避免自己遗憾。另外，千之恋不给发光机构还有互动特效件，虽然都不意外啦，不免还是觉得有点可惜。就是整体来说都没有不好，但明显可以更好。总之，魔神皇帝 G 目前量产可动完成品就仅有有点久的 SR 超合金，还有本款是比较好入手的。但前者除了因为是魂章限定，加上有一点年代，要入手本来就比较难之外，武装也给得很不干不脆哦。因此综合来说，本款还是比较推荐入手的。就这样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